凌晨2点，妻子刚进门，我就收到陌生的号码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图片。图片中的妻子放浪形骸，举着酒瓶，扭动着腰肢，整个人就仿佛 KTV 中的公主一般。而在她身边紧紧贴着一个男人。见状，我只是平静翘着2郎腿，对刚回来的妻子道：“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有你去酒吧的照片，你不想解释一下吗？”妻子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我不知道什么短信，可能是同事无聊发的吧。我又需要解释什么？我就是跟同事们去酒吧玩了。”他没有在说谎，甚至相当坦诚，完全没有一点羞愧。有时间去酒吧，就没有时间陪孩子去游乐场，没有时间去参加幼儿园的家长会。你知道倩倩有多失望吗？你还有资格当一个母亲吗？妻子充满愧疚地说道：“对不起，老公，我忘记了。”眼神流露出可怜，弯着腰就宛如小猫一般在讨好我。她的裙子被雨水近乎打湿了，本来进门时还用手包遮挡，但是现在却完全展现在了我的面前，这几乎比不穿衣服更加诱人。哪怕知道是原身的老婆，我也禁不住心中一热，暗骂了一声妖精。妻子的话充满了真诚，可惜我不是原身。这时妻子用很久没有用过的温柔语气说道：“老公，对不起，下次不会了。你知道的，我并不喜欢去酒吧那种地方。”我直截了当的说道：“今天你和刘星辰睡了吗？”我语气依旧是冷漠平静，仿佛是在说故事一样。刘星辰是妻子萧红里经常提起的名字，是毕业于英吉利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也是老婆的新上任顶头上司。穿越之前，我作为一名职业清道夫，早就利用一些手段查清楚一些东西。妻子从来都没有见过我这种样子，心里面充满了不适。犹豫了一会后，明显是在组织语言道：“我的确是跟刘主管一起去的，但那是我们部门组织的聚会，我跟刘主管真的什么也没有做。”我仔细地盯着妻子娇媚的面容，通过微表情的变化，我察觉到了对方的心虚，对方似乎在隐瞒什么。你知道我讨厌那个人，而且我记得你从来都不去酒吧，你前任部长多少次邀请都被你拒绝了。你说去酒吧不正经，今天怎么变了？所以你跟他睡了？我再次问了这个问题，妻子脸色涨得通红，义愤填膺地说道：“你是不是以为我出轨了？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你们还是睡了？没有。我再说一遍，没有。”妻子的声音很大，似乎底气十足，微表情显示妻子说的是真的，这倒是让我感觉有些奇怪。不禁皱眉说道：“好了，我信你，我给你准备了牛奶和面包，你抓紧时间睡一觉。”妻子可能绝对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过关，一下子愣住了，不知所措之下顺从的去了厨房。保温的牛奶里面有加量的安眠药，确保可以让人睡整整1天。我需要1天的时间来做一些事。妻子出来后似乎有话说，不过看了看手机又把话咽了回去，回到了卧室。半个小时后，我来到卧室，妻子睡得很沉，即便是我推了半天也没有醒。我将妻子的手机通过指纹解锁进入，映入眼帘的就是妻子与刘星辰的合影的屏保。合影中的妻子脸上充满了温柔的笑容，这笑容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并且两人之间的距离绝对超过了普通异性。打开相册，里面都是一些设计稿，原本关于我和孩子的照片都被删除得一干二净。再打开飞讯，一个名叫艺术之星的名字被置顶在最上面。萧红里啊，呵呵，你还说你没出轨？妻子萧红里出身名门，萧家在江南是一个大家族，门风异常严谨。这种女人如果出轨，那么必然不会是因为金钱，不是因为金钱，就是因为爱情。刘星辰，我喃喃自语道，越发替原主感到不值得。萧红里是主动添加的刘星辰，一开始的时候，妻子还只是讨教一些艺术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发展到了兴趣爱好以及一些情感私密问题。妻子向刘星辰抱怨着生活的无趣，老公的无能，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生活的不满，对女儿的头疼。刘星辰恰到好处的关心让妻子似乎有了发泄的渠道。我留意到大部分信息都还保存，一部分已经被彻底删除了，然后将手机拷贝到了电脑当中，接着将室内空调调到了18度，然后冷冷的看了一眼萧红里。早上7点，女儿倩倩起床，我照着原生的记忆给她洗漱，心思突然一动，倩倩，你跟妈妈在一起时，知不知道有一个叔叔经常来家里面？我对萧红里有怀疑，是因为记忆中女儿曾经告诉原生，有一个叔叔喜欢给她糖果吃，可惜原生脑子太迟钝。女儿放下牙刷，抬起头说道，有一个叔叔来过家里面。我冷笑连连，带着女儿去了书房，把刘星辰的照片从网上搜出来，问道，是这个叔叔吗？是的，这个叔叔还送给妈妈漂亮的裙子。我冷笑暗道，陈一鹏，这个仇我会替你报的。女儿说的话被我全程录像，我将录像保存在了电脑和手机中，顺便安排人重点查一下近期妻子的开房记录，最好能有酒店的监控视频。送女儿上学后，我立刻先去了药店，用最简单的药调配好秘制药粉。我是清道夫，最擅长就是用毒。然后我去了公司，刘主管，我来给我媳妇请个假。我似笑非笑的看着20出头相貌还可以的年轻人说道，这年轻人就是刘星辰，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很显然他认识我，眼神出现了一丝慌乱道，当然没问题，那就谢谢了。我用力拍了拍刘星辰的后背，看起来是在打招呼，实际上指缝中的银针已经透入衣服，刺入了刘星辰的皮肤。银针上涂抹了我秘制药物，这些药物并不致命，只会引起一些症状。所谓杀人诛心，我会让奸夫淫妇慢慢付出比死亡更痛苦的代价，彻底的平息原生的怨恨。我以照顾萧红里生病为理由请了3天假。中午回家的时候，萧红里果然还没有醒，房间里面因为空调制冷，让卧室如同冰窖一般，安眠药的药效没有过去。我将空调关了，然后给萧红里喂了些汤药，这些汤药拥有麻痹神经、模拟重感冒的效果，再加上冰冷的环境，我相信萧红里1个礼拜都起不来床。我需要时间，离婚需要足够的证据。在原生父母的眼中，萧红里这个儿媳妇做的无可指责，高学历高颜值的萧红里在他们眼中等同于公主下嫁。当然萧红里这些年为家里面的奉献也是有目共睹，虽然是学艺术出身，但却没有沾染坏毛病，衣着朴素得体，平时只化淡妆。可惜出轨的女人变得太快了，所谓的爱情也许真的会降低一个人的智商。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在书房中整理着资料，将图片和视频上传云盘。嗨，卧室中传来了下午6点半，萧红里醒了，我换了一副面孔，按照陈一鹏记忆中的样子走进卧室，装作惊慌的说道，老婆，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我给你拿药，你好好休息。我转身去找药，出了卧室，脸上的慌张就变成了冷漠。我中午在电子市场买了摄像头，同时花钱找人在萧红里手机里面安装了病毒。萧红里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下面。妻子醒来之后的第一时间竟然是给奸夫发信息，这没有出乎我的预料。陈
在吗？我生病了，可能需要请假，明天的报告你帮我做一下吧。亲爱的，我在，你怎么样？你老公给你请假了，放心，我会安排好的，相信我的水平，爱你。讨厌，别乱说，赶紧删了。以上是飞讯上的信息，实时同步在我的手机上，自动保存后，萧红礼手机上的信息提示已经被删除，信息内容可以明确显示萧红礼和刘星辰之间的暧昧关系。虽然萧红礼拒绝了刘星辰的称呼，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打情骂俏的意味在。萧红礼其实并不忌讳刘星辰，甚至有些喜闻乐见的意思。我拿着感冒药，端着热水走进卧室，也许是听到脚步声，妻子下意识地将手机放在了枕头下面，这是典型的心虚，在过去4个月中发生过无数次。愚蠢的原身愣是没有任何发现。萧红礼一脸感动地说道：“谢谢你，老公。”不过在我搂着他准备喂水的时候，他下意识躲闪了一下，但马上被硬生生控制了。身体的本能是排斥，他也意识到了不对，不要相信出轨的女人，为了爱情他们可以抛家舍业，连亲生的孩子恐怕都是阻挡在爱情前面的绊脚石。喝了药的萧红礼沉沉地睡着了，混合着我下的中药，萧红礼只会表现出感冒的特征，大部分时间都会昏睡。我本想委托妻姐萧景燕帮忙照顾，因为妻姐没有孩子，老公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板，家庭条件优渥，早早在家过上了贵妇人的生活，平时都是闲在家里面。因为萧红礼最起码要躺1个礼拜，我不能一直留在他身边。当我刚拿出手机时，手里面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是我那位岳母大人。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接通之后说道：“妈，你有什么事情吗？”一鹏，我到你家了。萧红礼不是感冒了，今天我来照顾红礼，你放心上班吧。我心思一转，心生一计道：“妈，我手机昨天进水了，重新做了系统，里面相册都没有了。刚才幼儿园陈老师跟我说，倩倩快要毕业了，希望能够收集全班的全家福，麻烦你跟红礼说一声，然后传给我。”我当然知道妻子手机里根本没有全家福，甚至我和女儿的照片都没有。这么说的目的有2个，一个试探一下岳母对于女儿出轨的态度，一个就是看看妻子的反应，对于孩子和家庭会不会有愧疚感。哎呀，你们2口子不能自己打电话说吗？是不是闹矛盾了？有什么事跟妈说，妈给你做主。我装作很难受的长叹一声，小声说道：“她可能是太忙了，女儿想去游乐场好几次了，她都没有时间。不过我也能理解，她为了工作早出晚归，我把家管好就行了，也不怕您笑话。我跟她有3个多月没有亲热了，这样下去怕是迟早会影响感情。”岳母吴哥很生气地说道：“还有这事，回头好好说说她。你放心，她是我教出来的，不会做丢人的事情。妈，都是我的错，只怪我没能力。不说了，我快要到医院了，回头我挂号视频医生给红礼看病，您保持电话畅通。”我始终保持着谦卑的语气，对面的岳母没有听出任何不同。我暗暗说道：“别让我失望啊，我的母亲大人。”岳母吴哥拎着一只老母鸡已经进了家里面，他还记得我的交代，第一件事就是去让萧红礼找家庭合影。说来也是巧合，刚才萧红礼跟刘星辰通完电话，精力就用尽了，整个躺在床上神志不清，昏昏欲睡。他是能感知到母亲进来，但也只是抬抬胳膊，话半句也没有说。怎么又烧起来了？一鹏去医院给你挂号了，一会儿远程视频让医生给你开个药。这么好的老公，你比我有福气。吴哥嘴里念叨着，一边帮萧红礼塞杯脚。妈，我累了，没力气，要睡了。母亲说的话，萧红礼听的是一清二楚，知道丈夫出差回来马上去给自己看病，心里面涌起一丝羞愧。萧红礼侧过身，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的脸。岳母说道：“你这孩子，放心睡。对了，幼儿园老师要一张家庭合照。一鹏手机坏了，我给你选一张转过去。”萧红礼已经迷迷糊糊了，脑袋疼得厉害，下意识的拿起手机。岳母看妻子难受的样子，于是接过手机说道：“算了，我帮你看看，倩倩那么漂亮，一定要找一张好看的。”我听着监控里的声音，嘴角不禁勾起一声冷笑，如果不是在出租车里面，恐怕已经笑出声了。我亲爱的岳母大人，好好看看你所谓的好女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萧红礼刚刚跟刘星辰打了电话，手机也没有锁。岳母打开手机的瞬间，看到屏保的照片，脸色就开始发青，最后索性站起来，浑身开始颤抖。再次打开相册，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在我的同步手机上看到，岳母死死盯着那张刘星辰和萧红礼紧靠在一起的合影放大。萧红礼，你给我起来！岳母的脸色非常难看，一把将被子掀开，然后扯着萧红礼的睡衣，这下子直接让萧红礼想不精神都不行了。她美眸微睁，有气无力的说道：“你干什么？妈，让我躺一会儿，明天还有事情要做呢。”岳母咆哮道：“做事？做什么事？跟哪个男人做？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起来！”萧红礼被吼了之后，整个人才从半昏迷中醒来。当他看到母亲手里的手机，心里面咯噔一跳，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瞬间就将手机抢到手里。他不满地说道：“谁让您动我手机了？”岳母气得浑身哆嗦，咬着牙问道：“好好，有秘密是吧？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妻子疑惑地问道：“什么多久了？平时的话他肯定能马上察觉，可是病症让他的反应迟缓了。你跟屏保照片里的男人，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知道我最讨厌说谎，也最讨厌出轨。我以为我和你爸对你们的管教会让你们品行端正，没有想到今天给我了一个意外惊喜啊！”岳母气的话都说不完了，妻子这才注意到手机屏保显示的照片，几乎是瞬间汗毛就炸了起来。她慌张地说道：“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他是国际艺术设计大师，我的偶像，就像你崇拜德华一样。你不是也追星吗？偶像？”岳母死死地盯着妻子，咬牙说道：“你当我是傻子吗？我是你妈，是不是偶像？难道我还看不出来？”一鹏说：“你们3个月都没有亲热了，我还以为是你工作太忙，原来是你的心早就飞出去了。”陈一鹏跟您说的，这个混蛋，他怎么什么都说啊？我们是3个月没有夫妻生活，那只是我比较忙，我绝对没有出轨，没有让人碰过我。妈，你相信我。妻子说着说着就委屈地哭了出来。原本妻子不提我还好，这么一说反而激起了岳母的火气。啪！岳母直接一耳光打在了妻子的脸上。到底是亲生母女，收了几分力气，可是依旧又脆又响。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一鹏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你爸高血压住院，人家一鹏跑前跑后，在医院住了3天，你呢就来看了一面，那是你亲爹。现在你升职了，就跟别的男的勾勾搭搭，传出去我和你爸还有脸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偶像有那么追偶像的吗？他的手都在干嘛？你有没有羞耻心？知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你知不知道你是孩子的妈？你让你女儿怎么看你？岳母骂道。一连串的发问和呵斥几乎如同锤头一样把萧红礼砸懵了。她感觉自己十分委屈，女人是善于自欺欺人的生物。萧红礼觉得自己守住底线就不算出轨和背叛，将自己和刘星辰的关系定义为灵魂知己，简直是蠢到家了。岳母吴哥在家里面一般不开口，只要开口就算是老岳父都要乖乖听着。萧红礼底气不足的说道：“妈，
我没有出轨。眼神游离躲闪着。岳母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这个人谁啊？您问这个干什么？为什么不能问？有什么害怕的？你不是理直气壮吗？能把我女儿迷得神魂颠倒、走火入魔，连老公和孩子都容不下了，我就不能问问了？”岳母越说越生气，在妻子后背狠狠打了好几下。刘星辰，我的上司，设计部主管马上升任部长。妻子低着头翻动着手机，看着手机屏保上的照片，心里面有些不是滋味。自己这段时间的确有些不一样了，沉迷于和刘星辰对艺术的交流中，就连姐妹和母亲都察觉到，最让他难受的就是忽略了女儿。曾经女儿也可喜欢跟他在一起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儿竟然慢慢从他身边的世界消失了。越想起女儿，萧红礼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惭愧的不再吭声。岳母叹了口气说道：“我相信你不会做出没有廉耻的事情，趁着一鹏不知道，你跟那个男人就此打住，先把屏保上的照片删了，然后从公司辞职，家里面不缺你这一口饭，想开公司了，妈给你拿钱。”岳母语气平和，却透着不容拒绝。萧红礼心中一痛，擦了擦脸上的泪珠，坚定地说道：“我不会辞职的，我会跟刘星辰保持同事关系。妈，我热爱艺术设计，我向您保证，以后跟他只会是同事关系。我知道我对家里面关心的不够，陈一鹏也可能埋怨过我，我会找机会跟他道歉的。相册也是我的问题，我那段时间太过投入工作，以后绝对不会了。”非常诚恳的道歉。岳母显然还是相信自己的女儿，但是在看着手机监控的我却嗤之以鼻。岳母言辞恳切地说道：“听妈一句劝，以后不要跟那个男人私下见面了，一旦你踏出那步，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妈，我知道了。妻子点点头，将手机屏保照片当着岳母的面全部删除。手机监控中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摇摇头。萧红礼压根就没有听进去，在删除相册时明显犹豫了。岳母能让他删了手机里的人，却删不了他心里的人。我感慨道：“变了心的女人不能要啊。”下午傍晚，萧红礼她在想自己的未来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真的好像是一场大梦。早上母亲的话并没有不当回事，相反给予了她非常大的触动。我真的是笨蛋啊！萧红礼轻咬嘴唇，喃喃自语道：“自己爱刘星辰吗？愿意和他永远在一起吗？愿意离开老公和可爱的女儿吗？”她心中暗暗问着自己。第一答案她也许会犹豫，可是3个问题放在一起，她几乎是瞬间就做出决定。我不会离开老公和女儿，我只是精神上不甘心平凡。对艺术的热爱让我对刘星辰有了崇拜，没错，是粉丝对明星的那种崇拜，我是不爱他的。萧红礼反复确认着自己的感情，随即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有3个多月都没有和家里人一起相处过了，特别是女儿。当时自己在哪里？和刘星辰在公司一起做设计，下班一起吃饭，一起逛商场，但是却没有时间陪女儿去一趟游乐场吗？萧红礼越想越愧疚，眼眶发红，很快噙满了泪水。自己可真不配当一个母亲，我没有资格。当一个人有了反思的念头时，曾经的往事就会一一浮现。陈一鹏虽然不懂浪漫和艺术，跟自己也没有共同语言，可是对他却是处处关心体贴，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回家都有一口热饭，累地不想动弹了，陈一鹏还会端来脸盆温柔的为他洗脚放松。就像是前2天自己明明玩的那么疯，连交杯酒都喝了。还有同事给老公发了过分的图片，回家之后的陈一鹏依旧为自己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牛奶和烤面包。我怎么会这么傻？我有多么幸福的家庭，不能让我老公发现。妈妈说的对，必须要保持距离了。萧红礼越想越愧疚，不禁喃喃自语道：“哪怕是守住了身体底线，可是他心里面知道自己和刘星辰的关系对陈一鹏何尝不是一种背叛，人是骗不了自己的。”他的反思没有多长时间，就收到刘星辰发来了一条信息：明天中午11点，罗曼蒂克餐厅不见不散。一条简单的信息再次让萧红礼陷入纠结，手里的手机仿佛有千斤重一样。不好意思，刘主管，我明天还有几份设计稿要完成，恐怕没有时间。萧红礼如果真心后悔想要和刘星辰断绝关系，首先要做的就是拉黑删除刘星辰的一切联系方式，然后去公司调岗或辞职，这样才是真正反思反悔的姿态。实际上，萧红礼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不甘心。过了几分钟，信息又来了：“亲爱的，我们讨论一下永恒之星接下来的补充设计。”萧红礼看着刘星辰发来的信息，莫名的情感似乎又有压过理智的先兆。如果不是刚才一番后悔，恐怕他现在已经答应下来了。刘主管，有关于永恒之星的事情，我们还是在公司谈吧，去餐厅就没有必要。刘星辰的信息回得很快：“你叫我刘主管，亲爱的，我们不是灵魂上的伴侣和知己吗？你这样称呼我，我感到很难过。是不是你的窝囊废老公发现我们的事了？以后不要再这么说我老公，我有家庭了。也许我之前的举止让你产生了误会，也许我自己也有错。以后我希望我们今后只保持工作的关系。”萧红礼的双手暗暗停停，似乎很纠结，眼神也很痛苦和难过。我马上要回英吉利了，我想最后一次见到你，亲爱的，我是为了你才来的。既然你想结束，不如我们再给彼此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萧红礼最终还是同意了刘星辰的邀请，忘记了之前答应母亲的话，也选择性的忘记了自己之前的反思。最后一面，我们只是见最后一面，我会回归家庭的。萧红礼喃喃自语道，2行清泪再次落下，似乎是在悼念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一般。同一时间，刘星辰在别墅内放下手机，紧张的说道：“他同意见面了，你答应过我的钱，什么时候能够给我？如果我在这里，绝对一眼就能认出。”在刘星辰面前的赫然就是参议员朱贵德的司机兼保镖。保镖冷冷的说道：“只要你让萧红礼离婚，然后把她带离临海，老板会给你丰厚的报酬的。”刘星辰点头哈腰的说道：“这个女人非常蠢，只要我说的话，她就一定会听，请老板放心。”保镖不屑一顾的说道：“最近把心思放在正事上，还有提醒你一下，萧红礼父亲萧长河不是好惹的，你自己小心一点。”刘星辰得意的说道：“明白，老板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这个萧红礼就是个蠢货，我就算让她去夜店当陪酒都轻而易举。”保镖冷喝道：“掌握分寸，既不能把萧红礼逼得太紧，也要让她孤立无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调教，但不能真正跟她发生关系，因为你这种杂碎不配，记住吗？”他右手抓住了刘星辰的脖子，五指微微合拢，巨大的力量犹如液压钳一般，让刘星辰几乎都要窒息。因为缺氧导致脸色发白，本能的开始挣扎，给足了教训，保镖转身就离开了。刘星辰脸色阴沉不定，一拳头狠狠砸在地上。如果是过去，他还有反抗的可能，但是私密的移动硬盘丢失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谁知道这颗雷什么时候爆炸？那些视频里的人大部分非富即贵，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我自然是不知道刘星辰那边的事情，不过家里的视频和手机监控已经将2个人的情况完全掌握。萧红礼啊，萧红礼，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拎着刚刚买的一条鲤鱼回到家。岳母吴哥正在打扫卫生，听到门锁响了，赶紧迎过来。妈，我尊敬的说道。尽管眼前这位岳母是萧红礼的妈，我却无法将分
愤怒转向这个人。从监控中我知道，岳母的三观极正，为了帮我维护家庭，没少做工作，她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哎，好孩子，交给我，妈给你做些好吃的，你上班辛苦了，赶紧进来。岳母的一番话让人心里面暖烘烘的，让我也感到好像真是自己的母亲在关心孩子一样。我也深刻体会到陈一鹏在被妻子冷落后还坚持这段婚姻的原因。有这么一位通情达理的岳母，有一位伶俐聪明的女儿，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能忍就忍了。我心中也对自己的计划产生了一丝动摇。要是眼前善良的岳母知道自己女儿的真面目，那该有多伤心多崩溃啊！不过我还是狠下心，装作毫不在意的说道：“妈，还是我来吧。红礼爱吃鲤鱼，等一会儿您还要照顾她，她最讨厌鱼腥味。”岳母听了我内涵的话之后，脸上露出了心疼和难受，摸了摸我的头发，说道：“孩子，我知道委屈你了，这个丫头不懂事，你别计较。”岳母吴哥的眼眶微微发红，这是多好的女婿啊！有多爱自己的女儿才会这么奉献？自己的女儿究竟在干什么？想到这里，一股怒气就涌上心头，转身推开卧室的门，大声喊道：“萧红礼，你是耳朵聋了还是人死了？听不到你男人回来了吗？你这个做老婆的也不知道来迎一下，你是皇后娘娘吗？世界围着你转，用不用我这个当妈的给你磕个头，伺候你吃饭？”这话说得非常狠，让我听了也很舒服。其实我也知道这话有一半是说给我听的，哪有自家母亲不心疼闺女？萧红里面无表情的走了出来，她现在满脑子都流星辰，母亲的用心良苦完全听不出来，反而让她升起了抵触情绪。妈，你是我亲妈，我们之间怎么相处你别管。陈一鹏，你什么意思？做条鱼就委屈你了，愿意做就做，你那话说给谁听呢？萧红礼用冷漠的眼神看着我，嘴里的话就宛如寒风一般。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忍着脾气，努力控制着自己没有去给这个女人一耳光。出轨的女人果然不是人。想到明天即将到来的报复，我平静下来，装作窝囊的样子，笑着说道：“老婆，你千万别生气，你刚还在生病，注意休息。”陈一鹏是萧红礼的资深舔狗，这样子没有错。萧红礼话说出口后，内心最深处其实是有些后悔的，毕竟不久前才反思想要回归家庭，偏偏又碰上了刘星辰这事。岳母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妻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闺女一样。萧红礼被盯着浑身不舒服，挽了挽头发说道：“妈，我今天状态不好，头疼得厉害，我先回去休息了。”岳母没有说话，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神充满了忧虑。犹豫了一下后，还是决定再跟女儿谈一谈，就推门跟了进去。我做饭到一半的功夫，七姐萧景燕带着女儿倩倩回来了。爸爸，倩倩好想你。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小姑娘扑进了我的怀里。好女儿，今天乖不乖？爸爸手上太脏了，一会儿跟你去玩好不好？好。女儿乖巧地说道。七姐萧景燕说道：“一鹏，今天怎么没有去公司？”我抬头注意到眼前这个女人，哪怕是不久前接触过，但依旧感到惊艳。萧景燕体态丰腴，身材好到了极点，最吸引我的还是身上那股贤妻良母的气质。我点头说道：“我担心红礼的病就没有去。姐最近这几天要辛苦你了，把自己曹贼的心思收敛起来。”萧景燕眼中闪过一丝暗淡道：“自家人，你还是这么客气。”准备脱鞋进屋的时候，不小心腿磕在了鞋柜边上，整个人一下子失去平衡，朝着后面就摔了。我的反应非常快，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环抱着将萧景燕搂住。“姐，没事吧？”萧景燕眼眶发红，一脸痛楚的说道：“疼，我看看。”我没有给对方拒绝的机会，直截了当的以公主抱把萧景燕抱到了沙发上。萧景燕完全没有想到，整个人腾空而起，呼吸中全是男人特有的阳刚之气。等躺在沙发才后知后觉刚才发生了什么，俏脸瞬间变得通红，心中的羞涩让她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将对方的袜子脱下，没有一丝汗味，反而有一种淡淡的兰花香。5个晶莹的脚趾分外可爱，靠近脚背的地方有些发红。我轻轻按摩了几下，说道：“应该没有伤到骨头，休息一会儿应该就好了。我给你涂些扭伤膏。”“不要！”萧景燕把脚抽回来叫住了我。她常年跟丈夫司马中分居，从嫁人之后就没有跟男人接触过，特别是脚这么敏感的地方，更是连丈夫都没有碰过。刚才的几下按摩几乎要把她魂都要按走了，现在心里面还是一片酥麻，感觉脸上的温度都迅速上升，发热发烫。“那好吧，你多躺一会儿。”我没有坚持，现在还没有解决自身麻烦，自然也没有心思撩拨这位深闺怨妇。萧景燕被齿轻咬红唇，心里面莫名感觉有些失落，美眸中闪过黯然。等饭菜端上桌时，萧景燕刚从沙发上站起来，脚上一疼，竟然再次跌倒，金地几人都围过去，刚才碰到鞋柜了，疼死我了。岳母心疼的说道：“多大人了，还能碰到，这么不小心啊？”“妈，别说了，丢人死了。”萧景燕挣扎了起来，没有爬起来。我摇摇头，看不过去了，走过去直接揽住了萧景燕的后背，另一只手穿过2条腿，轻松将她抱到了餐桌前。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萧景燕那丰满挺翘的臀部不可避免有所触碰，这让她瞬间精神恍惚，美眸中泛起朦胧的水雾，酡红色的俏脸宛如桃花一般，心脏更是扑通直跳。萧景燕心中啐了一口，该死的冤家，他怎么就这么大胆，浑身骨头都酥了，差点连椅子都坐不稳。岳母在边上看得分明，眼神在我和萧景燕身上来回打量着，但是嘴上却没有说什么。我坦坦荡荡地找出药膏，说道：“妈，您看我来还是您来？”“我来吧。”岳母拿过膏药给萧景燕开始涂抹起来。另一边，萧红礼心里面莫名有些不是滋味，就好像本来属于自己的玩具被人硬生生借走了一样。萧红礼机械地扒拉着碗里面的饭，味如嚼蜡一般，她感觉自己很奇怪。陈一鹏只是抱了姐姐一下，换做过去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但是偏偏今天觉得有些难受。萧红礼按捺不住，无名火按捺不住，随口说道：“今天这菜真咸，倩倩别吃太多。”我赶紧站起来说道：“对不起，我现在重新去做。”我做这种姿态是给岳母和七姐看的，目的是将妻子孤立起来。岳母果然勃然大怒道：“坐下，爱吃吃，不爱吃回屋子去。”一鹏坐下吃饭，你就是太惯着他了。妻子的逆反心瞬间高涨，把碗朝着桌子重重一摔倒：“不吃就不吃。”说完后，他径直回到卧室，将房门重重地关上了。倩倩吓得不知所措，小脸十分委屈，眼看着就要哭出来了。我揉了揉女儿的脑袋，说道：“别害怕，妈妈只是身体不舒服，等身体好了，我们一起去游乐场好吗？”女儿笑着说道：“好。”也许在她的世界里，母亲实在是可有可无。陈一鹏承担了太多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岳母扭过头去偷偷擦了擦眼泪，她实在是没有脸再说什么。萧景燕坐立不安，她隐隐约约感觉妹妹的火是冲着她来的，可是觉得挺委屈的，明明这又不是自己的错，凭什么要朝自己甩脸色？我忽然问道：“妈，您和爸明天有事吗？”岳母疑惑地问道：“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怎么了？”我说道：“我明天可能有事找您二老聊聊，希望你们能抽出时间。”姐。
又麻烦你带一下倩倩了。萧景砚和岳母同时看了看对方，又看了看我，从我的脸上没有看出什么来。岳母似乎有所察觉，心事重重的点点头说道：好，我跟你爸等你的电话。吃完饭之后已经是5点半，我的父母因为飞机晚点还没有到，我抓紧时间洗了碗，借口要去公司拿文件就离开了家。我走了之后的岳母和萧景砚都猜明天的事情可能和萧红礼有关。凌晨我刚踏进房间，一道混杂着沐浴乳香气的娇躯就贴在了我的后背上，温热软绵绵的触感让人浮想联翩。接着一双白皙的双臂搂住了我的身子，萧红礼用羞涩的声音小声说道：老公，我们休息吧，我好想你。性感的真丝睡裙所带来的冰凉触感让我的意志力几乎到达了崩溃。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恨不得马上转身去将睡裙撕开，然后狠狠地教训这个不忠的女人。但是下一秒理智又把我重新拉了回来，哪怕没有被刘星辰碰过，可又谁知道这个女人有没有被别的男人碰过。水性杨花的女人不可信的，越漂亮的女人越喜欢伪装和骗人。我深吸了一口气，右手抓住萧红礼的胳膊，正准备把她甩开的时候，手指传来的对方脉动却让我整个人愣住了。喜脉，怀孕40天，我的脑袋轰然炸开，愤怒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扭过头一字一顿地说道：咱们有4个月没有亲热了吧？我的目光阴沉无比，这种冷漠是萧红礼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看得仿佛不是人，而是待宰杀的畜生一样。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开始凝固，如果有当过兵或者执行过秘密任务的人，恐怕一下子就能明白，这是杀气。萧红礼挤出难看的笑容，他以为我说这话是嘲讽他之前的态度，因为心虚之下，本能的开始道歉道：老公，你捏疼我了，是我之前有不对，对不起，我忽略你和倩倩了。我一字一顿的说道：出去，有事明天我们再说，我不想碰你，因为我不想当接盘侠，我不是老实人。这话犹如寒冬凛冽的狂风一样，让萧红礼浑身颤动，委屈又是愤怒说道：陈一鹏，我是你老婆，我的身子是干干净净的，我发誓没有对不起你，我有底线的。我指着大门说道：出去。我不想再说第2遍，你的誓言不可信。萧红礼感觉自己的脸仿佛被狠狠抽了一耳光，巨大的羞耻心促使他缓缓后退。陈一鹏，你变了，你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陈一鹏了，我都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让我跪下来求你吗？萧红礼带着哭腔泪水夺眶而出，他被宠爱的太久了，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道歉是怎么样的。说到底，原身陈一鹏也有责任，一味的委曲求全，一味的侍奉讨好，而不进行沟通，结果就是让娇妻无视你的付出，把你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下。我淡漠地说道：陈一鹏已经死了，然后没有理会这个女人，把她推出了书房。我被激出了一身火气，索性到了浴室把花洒打开，任凭冰冷的水花落在身上，很快就让躁动的心脏平复下来，理智重新回到大脑。属于陈一鹏的一段被刻意遗忘的记忆浮上心头，那是一次对陈一鹏而言十分耻辱的夫妻生活。按照萧红礼怀孕的时间来看，似乎也对得上，也就是说萧红礼肚子里的孩子有可能是陈一鹏的。在1个多月前，萧红礼说公司设计部聚餐，而陈一鹏很早就察觉到妻子态度的转变，有心不想去猜忌，但是偏偏那天他鬼使神差的跟着设计部一起下班，然后搭乘出租车跟在妻子的后面。妻子和同事们聚餐的场所是一家高档饭店，陈一鹏在外面焦急的等了好几个小时，才看到妻子醉醺醺的走出来，还好是被她的闺蜜魏冰冰搀扶着。然而快要上出租车的时候，让陈一鹏心情崩溃的是，刘星辰这人竟然牵着妻子的手，主动将脸凑上去，完成了一次异常亲密的脸颊相贴。这个刘星辰摆明了是在占便宜，可是偏偏妻子却甘之若饴，甚至笑呵呵的招手，脑子简直是被注了水。作为好闺蜜的魏冰冰在一旁拍着手看热闹，果然是好闺蜜捅一刀。陈一鹏对妻子这个闺蜜素来十分照顾，但凡有好东西也都帮对方准备一份，但是偏偏煽风点火。陈一鹏继续跟着妻子回了家，魏冰冰坐在出租车上，只是将妻子送到小区楼下，然后就离开了。陈一鹏回到家之后，发现地上全部散落一地的衣服，客厅中间有一滩呕吐物，妻子则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这还是陈一鹏第一次见到妻子喝醉，过去的他滴酒不沾，从来不参加宴会和聚会，也就是刘星辰来了之后才逐渐变了。陈一鹏将一切收拾利索，顺便检查了一下内衣物，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于是才端着手盆准备给妻子擦擦脸。然而让陈一鹏无法接受的是，最爱的妻子在睡着后，嘴里面竟喊了一声刘星辰，这哪怕是个男人都无法忍受。于是在恨意难消的情况下，陈一鹏和妻子发生了一次关系，就如同宣泄报复一般。陈一鹏结束之后，难免有些心虚，就快速用毛巾帮妻子擦拭，并换上新的内衣，将所有的痕迹都抹除得干干净净。整个过程妻子只剩下反应，意识却在酒精的作用下陷入了沉睡。整个记忆浏览完，我心里面有80%的把握，萧红礼肚子里的孩子是陈一鹏的，但是在精神出轨期间的孩子是不能要的。这个孩子要是顺利出生，以后每年的生日就会想起妻子出轨，这个恶心和憎恨会转移到孩子身上。为了孩子的将来，就不能让他受罪。这一切的罪恶都是出轨者造成的，况且还有可能是萧红礼在外面跟奸夫胡搞的孽种，那就更不能生出来了。这一切等到明天就能揭晓答案。半个小时之后，我从浴室中走了出来，也许是穿越带来的影响，这具身体的素质和体脂率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仅仅是3天不到的时间，原本小腹部的赘肉就隐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块状的腹肌。卧室的门是敞开着，萧红礼身体蜷缩在一起，眼眶通红。听到我走到客厅，萧红礼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马上跳下床来到客厅把我堵住，但是看到我没有穿上衣后，整个人瞬间愣住了。我身上的肌肉轮廓清晰，肌肉线条非常完美，具有很强的人体艺术感。你什么时候练的健身？我怎么不知道？萧红礼不经验了口水。学习过人体艺术的他，太明白这身肌肉普通人能锻炼出来的难度。过去的陈一鹏根本不锻炼，到了中年就有些发福。我的到来让这具身体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并且越发的完美。本来作为妻子的萧红礼应该第一时间发现，可是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近距离接触，更别提贴身相处，所以我身材上的变化才没有被归于难以解释的超凡现象，而是被萧红礼认为是自己忽略了。萧红礼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伴侣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才是最重要的，哪怕交朋友也是。但是在当我这具违反常理的身躯面前，他竟然开始手足无措，脸红心跳，眼神不自觉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脚面。萧红礼，你不是有话要说吗？说啊，自己的老公你怕什么？萧红礼心中给自己暗暗打气，右手不自觉摸在了我的小腹肌肉上，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向后退了几步。我后退的举动让萧红礼有些伤心，但是刚才她反思了一些事情，发现的却怨不得自己老公。
婚，没有爱了可以选择离婚啊。她不想离婚，又不想承认自己和陈一鹏之间有爱情，种种矛盾的心理让她有些不知所措。自从那夜酒吧回来后，她的心态越来越不好，感觉自己的老公有了变化。曾经让自己感到踏实的家，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但是却也慢慢变得压抑起来。老公，对不起。萧红礼这是今天晚上第3次道歉。当没有人把她捧为公主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是。我看得出，直到现在萧红礼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只是本能的想要用身体来进行补偿，从而达到精神出轨所带来的罪恶感。不用说对不起，明天或者后天有时间我们再聊一聊吧。你现在病刚好，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早点睡吧。我努力让自己保持着平和的态度，任何人都看不出我在生气，唯有萧红礼感到了疏离感。她抿着红唇，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道：好，老公，我真的很爱你，你一定要相信我。爱这个词让我听了感觉很恶心。若非听过手机监控里面萧红礼和刘星辰的对话，我很难相信这个女人竟然有脸说爱陈一鹏。我相信你。我越来越烦躁，于是敷衍着说道：早上老师让传一张全家福，妈跟你说了没有？是不是忘了？你现在要是闲着就给我传过来。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咱们带倩倩去博物馆，我觉得那张就挺好。听到这话，妻子的身子不禁一哆嗦，整张脸变得苍白，心中升起了浓浓的羞愧，眼神根本不敢与我对视。我手机里坏了，不久前刚刚做个格式化，对不起老公，我明天就去手机修理店。妻有些紧张地说道，她根本就有时间想一个有逻辑的谎言。好在我知道实情，也就不想着戳穿。我淡漠地说道，没事，我去电脑里面找一下，应该有备份，你早点睡吧。萧红礼心中有愧，提到手机相册就心虚，眼睁睁看着我离开，一句话也不敢再说。她整个人如同木头人一样返回卧室，一个扑倒在床上，曾经温暖的家似乎再也没有了，眼泪打湿了枕巾。明天是最后一次见面，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家庭，我是爱老公的，爱孩子的，仿佛每说一句都具有自我催眠的效果。萧红礼慢慢进入了梦乡。萧红礼今天晚上的一反常态，也许是老天给她冥冥中的警告。同一时间，回到家的萧景燕把倩倩洗漱完之后哄睡着了，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看着电视剧。别墅的客厅装修奢华，但却依旧让人感到空旷冰冷。这个冤家到底想干嘛？萧景燕心烦意乱地把遥控器扔在一边，整个人蜷缩在沙发上，粉白色的纯棉睡衣非常保守，但是也无法隐藏这具丰腴的娇躯。片刻后，如雪的身体猛然一僵，萧景燕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似是哀叹自己的不幸。谁又能够体会她的孤独和寂寞？她吧。大门被打开，一身酒气的司马衷醉醺醺地走了进来。你回来了，吃饭了吗？我给你泡杯热茶。萧景燕声音微微发抖，她还没有从刚才的罪恶感当中挣脱出来，面对自己的丈夫莫名有些心虚。吃过了，赶紧休息去。司马衷把文件包放在边上，看着眼前温柔的美丽女人，彻底让内心得到满足。他在公司没有体会到当皇帝的感觉，但是在家里面，在这个萧家长女面前，自己就是说一不二的皇帝。可惜不是萧长河的亲生女儿。司马衷有些嫉妒陈一鹏这个窝囊废，但是很快萧景燕让他更加窝火。白皙深邃的沟壑从这个视角看过去，能够让每个男人流鼻血，对于司马衷而言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一个可以看却吃不了的尤物老婆，就如同一个摆在明面上的笑话。等萧景燕把拖鞋摆好，司马衷直接绕过了这个需要滋润的美女人，径直去了浴室。萧景燕叹了口气，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维持多久，可惜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夜色渐浓，萧景燕迷迷糊糊的醒来，先看了看身边的倩倩，又看了看时间，才刚刚凌晨1点。本打算继续睡一会儿，突然感觉有些不对。从门缝处透过的光线证明客厅有人。她穿好睡衣，将卧室的门轻轻开了一道缝隙，朝着客厅看了过去。让她奇怪的是，司马衷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打电话。萧景燕知道司马衷很多事忙，正准备走出去劝两句早点睡，突然就听到司马衷提起了一个人。朱贵德，咱们是合作关系，我不是你的下属，你要萧红礼跟我没关系，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现在只关心什么时候能把萧长河手里的那笔钱拿到手。我挪用 NMD 公司的保费这件事快要藏不住了，你们的计划最好能成功。陈一鹏也真是个窝囊废，老婆出轨了正常也要报复刘星辰，几个月了都不见动静，再加一把火，实在不行我亲自安排上动手，然后栽赃给陈一鹏，等萧长河把钱吐出来，你们怎么找萧长河的麻烦都跟我没有关系。司马衷特意压低声音，同时转过头看向萧景燕所在的卧室门，他的脸色没有往常的和善，脸色阴暗，眼眸中布满血色，但充满了怨毒和贪婪。萧景燕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嘴，眼神中充满了恐惧，身体僵硬无法动弹，强烈的恐慌几乎要让她崩溃。她从来没有想到朝夕相处的丈夫会是这么一种人。虽然司马衷没有男人的能力，但是日常对她也是温柔的体，所以她也从来没有怨恨过，最多是感叹命运不公平。可是司马衷这副背地里的如同恶魔般的样子，完全打破了萧景燕的印象。温柔善良的居家太太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一下，司马衷突然站起来，朝着萧景燕所在的房间走了过去。推开门后，司马衷静静地盯着床上的两个人，过了一会儿后才关门离开。蒙在被子里的萧景燕整个人放松下来，脑子里乱成一团。如果丈夫真是幕后算计妹妹家的坏人，那自己该怎么办？他又会怎么对我？萧景燕把有限的智商运用起来，她选择暂时忍耐，不能站在对峙，否则伤到了倩倩，自己就算是死了也不安心。这么不安的一夜过去了，萧景燕等到司马衷离开家，整个人才瘫在地上，恐惧促使她快速穿好衣服，一瘸一拐地带着倩倩坐上出租车。同时萧红礼也出了门，开车朝着公司驶去，心里面不光惦记着自己的设计稿，还想着中午11点的约会，心里面乱得不行。我洗漱完后本想着去接我父母，然后去接岳父岳母，没有想到萧景燕会带着倩倩先一步到家。萧景燕因为太过着急，额头上全是汗，见到我瞬间仿佛是找到了主心骨一般，一下子就将我抱住了。她今天穿得很随意，轻薄的长裙难以掩饰好身材，巨大无比的硕果被挤压后带来的是破坏性的杀伤力。不要急，慢慢说，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眼睛不向下看，用极其温柔的语气说道。说实话，我对萧景燕还是十分喜欢的，如果不是对方已经结婚，我可能还真会跟对方发展一段关系。是司马衷，红礼和你都有危险。萧景燕俏丽的脸庞充满了痛苦，昨天碰上的脚伤在刚才奔跑中彻底加重了，脚踝部分肿得老高。听到司马衷这个名字，我心里面就已经有猜测了，作为枕边人的妻子必定是听到了什么，对方能在第一时间告知，足以证明是一个一居一家的好女人，比萧红礼
里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我沉声说道：“不急，我先给你治一下脚，要不然你的脚今天就废了。”先说明我没有报复司马衷的心思，只是可怜这个美妇。我让倩倩去拿药，自己则扶着萧景燕坐在沙发上。萧景燕疼得黛眉微微一蹙，努力将丰腴的双腿并拢，侧过身挪动着自己巨大的臀部。倩倩乖巧地给我拿来膏药，然后自己去做作业。我则慢慢地将萧景燕的袜子脱下来，动作轻柔如同在对待一件珍宝一般。萧景燕被齿轻轻咬住嘴唇，浑身紧张得微微颤抖。她的性格本来就有些懦弱，就算我强行揉搓她脚踝的肿痛部位，她也跟一只绵羊一样，低垂着眼睛不敢吭声。我用手心在精致的脚踝不停搓动，随着秘制药膏的渗入，萧景燕就感觉脚踝处一阵冰凉后越来越热。她颤抖地说道：“已经好了吧？你这脚踝刚才应该又扭到了，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很麻烦，再忍耐一下，就当我是医生。哪有你这样的医生？”强烈的羞涩让萧景燕如同羊脂白玉般的皮肤呈现出了美丽的玫瑰红，哪怕是竭尽全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如果时间再长一会儿，萧景燕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做出丢人的事情。好了，现在就可以下地了。我将膏药中的药力全部打入后，收拾了一下，手掌中除了药膏的味道，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兰花草般的香气萦绕不去。谢谢。萧景燕大口地喘着粗气，心中怅然若失。可羞涩过去之后，她想起了正事。她将司马衷的事情跟我讲了之后，我立刻顿时就明白过来。也许无法解释全部，但也清楚了敌人是谁。司马衷挪用了保费，肯定是赔不上了，所以就想着要让公司直接破产。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将打伤刘星辰的罪名扣在我头上。以他对岳父的了解，出了这种事情，岳父肯定是要管的。不管是为了萧家的名声，还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岳父手里面可能存在的那笔神秘的钱，就是这些人的目标。目标由始至终不是我和萧红礼，不对。刚才萧景燕说了，是朱贵德跟司马衷勾结，还特意提到了萧红礼。难道是两拨人同时谋划？有必要这么麻烦吗？以朱贵德的能力，找人把萧红礼绑走就行了，还需要绕这么大的圈子，专门派人来勾引萧红礼出轨。这件事让我也有些头疼，线索看似多，实际上让本来清晰的事情变得复杂了罢了。横竖跟陈一鹏这种小人物没有关系，我做山关虎斗，只要别惹我就行，要不然让你们尝一尝什么是生化危机。我心里面暗暗说道。接下来，我带着萧景燕和倩倩去接了陈一鹏的父母，然后转到去接岳母和岳父。两方父母见面都少了几分亲热，特别是萧长河由始至终都冷着脸，似乎在强压着怒火。七妹赵景色搂着我的胳膊，没有丝毫避讳，笑着说道：“姐夫，今天是家庭聚会啊？”我眉头挑起问道：“对，今天的确有事，怎么你也要跟着来？”赵景色压低声音说道：“我昨天听见姨父和姨妈吵架了，姨父要把我姐和你叫过去，被姨妈拦住了。姐夫，你是不是准备摊牌了？”萧家的3朵金花里就属赵景色最聪明，表面看起来单纯可爱，实际上很有城府，对于事物更是有不同的见解力。少打听，对你没有好处，你自己最近也小心点。我提醒了一句，相信以赵景色的聪明，应该能有所察觉。冲着我们家来了。赵景色表情变得严肃，我没有说话，开车朝着罗曼蒂克餐厅驶去，大家都沉默起来，一路无言。最终我打破沉默说道：“我们去罗曼蒂克餐厅吧，我预定了包间。萧红礼早上去上班，离公司也近。”萧长河闷声说道：“你说了算，是该好好谈谈了。”气氛依旧压抑的厉害。很快汽车停在罗曼蒂克餐厅的停车场，大家都下了车。我看时间快到11点了，根据手机监控显示，2个狗男女已经到了，于是拨通了蓝牙手机。喂，红礼，你在哪儿？我故意问道。我开的是公放，所以所有人都听得到。萧红礼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道：“我在公司，有事情吗？”我缓缓说道：“现在方便吗？我爸妈来了，我们一家人还有岳父岳母，我们一起吃个饭。”这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算是老岳父和岳母都挑不出理。萧红礼赶紧回答道：“那晚上吧，我现在在公司，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我还有一份设计稿要改，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萧红礼这女人是怎么有时间陪奸夫，没有时间陪孩子和父母？赵景色眼珠子转了转，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背着手站在最后面。萧景燕抱着倩倩，整个人魂不守舍，她没有注意到自己几乎跟我贴在了一起，这可能是人下意识为自己寻找安全感。吴哥留意到后直皱眉，不过这个场合说话也不合适，算了，我们等晚上再说，今天先给亲家接风，走。萧长河大手一挥，就率先走了进去。上午11点，罗曼蒂克餐厅，偌大的餐厅没有坐几个人。餐厅的中间有一个乐手在弹奏着钢琴，悠扬的钢琴声回荡在大厅中。这是一个以浪漫为主题的餐厅，上演过无数的爱情故事，或分或合。萧红礼今天穿得十分漂亮，深灰色的 V 领修身连衣裙，凸显的本就极品的身材越发的丰满性感，甚至她还画了淡淡的红唇，涂了眼线，整个人完全没有病态，散发出诱人到极致的魅力。亲爱的，你今天真漂亮，送给你的。刘星辰看到眼前这个美人，心里面也忍不住口干舌燥。他已经被我的毒折磨不成痛不欲生，现在还处于止疼药的作用下，精神有些亢奋。玫瑰花代表爱情。萧红礼抿着嘴唇，接过之后就顺手放在桌子上。此时此刻内心复杂到了极点。萧红礼低声说道：“以后我们保持普通关系吧，好吗？”我觉得这样不好。为什么？刘星辰一下子就急了，眼看就要得手，怎么于自己就要跑了呢？我已经有家庭了，我不想我老公误会。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做了一些没有理智的事情，忘记了我已经是一个母亲了。萧红礼一字一顿的重重的说道，既好像是说给刘星辰，又好像是说给自己。不自觉他的双眸就噙满了晶莹的泪水，让整个人越发的楚楚可怜。刘星辰的 PU 话术非常纯熟，只要眼前女人有了要退缩的想法，于是探出头，死死的盯着眼前这个美妇。他温柔的说道：“你之前说过，我们是精神伴侣，我们的感情应该超脱世俗的目光，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明白吗？我们是为了艺术，一切是为了艺术。我要好好想想。”本来坚定要断绝的心，又因为对艺术的追求产生了动摇。刘星辰这个贱人把艺术和自己划等号，愚蠢的女人往往真就那么落入圈套。萧红礼心更乱了，她看着刘星辰这个国际著名的艺术大师，感性和理性不停地开始碰撞。亲爱的，我知道你是热爱艺术的，跟我一起走吧，去英吉利，那里是艺术的天堂。我爱你，爱你胜过一切。我还要将你介绍给我母亲，我的家里人，我愿意娶你，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刘星辰激动地说道，一把
就抓住了萧红礼的手。整个餐厅内回荡着刘星辰激动的深情告白，这自然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去。这种告白在罗曼蒂克餐厅发生过无数次，服务员们早就习以为常，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鼓掌献上祝福。那个女人好漂亮，那个男人真有福气。议论纷纷中，我们一家人也都将目光看了过去。此刻的萧红礼被刘星辰的告白似乎是惊到了，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也就没有抽回被握住的手。刘星辰的告白就如同揭开了妻子一直想要竭力伪装的丑陋面纱。我带着一家人都将目光看向了妻子所在的桌子，也都认出了桌子上坐的2个人。桌子上鲜艳的红色玫瑰分外刺眼，就宛如从心脏中喷出的鲜血一般。一家人在这一刻都完全僵住了。老岳父嚣张和气的浑身颤抖，血液因为过度生气导致血压飙升，不断冲击着大脑，以至于整个人都快要站立不住了。岳母吴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恨不得根本没有这个女儿。他死死搀扶着荣心，让2个人不至于摔倒。赵景色早有预料，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将女儿倩倩的眼睛捂住，不想让孩子看到这丑陋的一幕。七姐萧景燕捂着嘴，震惊地看着妹妹，有一瞬间她竟然产生了一种不应该有的雀跃。我看时候差不多了，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2个狗男女的求婚戏真是精彩，别说我故意看着萧红礼被勾引无动于衷，甚至带着他家里人来参观。苍蝇不叮无缝蛋，他要是没有出轨没有心虚，犯得着在电话里说谎吗？过去的萧红礼在家里人面前完美无瑕，我就算是拿出证据也没有他们当场看到来的有用。妻子这个时候的被刘星辰的话术感动了，眼眶微微发红，粉鼻中传来微微的啜泣声。刘星辰试图用手去擦拭的时候，我就宛如猛虎扑食一般冲了过去。姓刘的，你勾引我老婆，我弄死你！我的声音就宛如雷霆一般，吓了2个狗男女一跳。刘星辰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被我重重的砸了几拳，瞬间鼻梁骨就断了，鼻血狂飙，痛！很痛，刘星辰从来没有这么痛过，每一拳砸下来都跟锤头一样，他能做的只有狼狈保护住自己的重要部位。我看着这个家伙捂着鼻子，双手抱着脑袋，宛如野狗一般发出痛苦的哀嚎声，心里面不禁冷笑连连。我下手看着重，实际上非常有分寸，除了刚开始的几拳外，其他的打击用的是特殊的刑讯技巧，打击的都是对方神经密集的区域，就算是验伤，连个轻微伤都算不上，最终治安局最多给个拘留5天的惩罚。而萧红礼此时的脑袋也是一片空白，眼中只剩下我和刘星辰，而没有注意到正在走过来的家人们。老公不要打了，要出人命了！萧红礼看着我出拳的力量越来越大，下意识地拉住了我的手臂，用力拉扯着。她这个小女人原本就扯不动我，但是我心思一动，顺势就往后栽倒，然后将自己的脑袋重重向后磕。我作为一名职业清道夫，对于环境和力学的控制已经渗透到了骨头里面，可以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我的后脑勺磕在了桌子腿上，鲜血瞬间将整个后脑全部染红，大量的鲜血喷溅而出。没有人知道这看着严重，实际上只是划破了头皮。然而在众人眼皮子下面，这分明就是萧红礼为了维护自己的情妇，推倒了自己的老公，并且让老公受了重伤。母亲荣心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发疯一般扑到我身上，想要将我用力搀扶起来，然后慌慌张张的想要用衣服按住我的伤口。妈，你怎么在？萧红礼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见到荣心的瞬间，她的心脏开始疯狂跳动，手足无措的说道：“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做的，不是我。”我只想，他的话没有说完，萧长河犹如一头发怒的狮子一般冲过，抬起胳膊含着怒火，重重的扇了下去。这一下没有任何留手，力量非常大，就听见啪的一声，萧红礼整个人被扇倒在地，脑袋里面嗡嗡作响，眼冒金星，娇嫩雪白的脸颊上浮现出一个红色的巴掌印，同时一丝鲜血从他的耳朵里面渗了出来。与此同时，刘星辰缓过神，站起来后正好看到萧长河把妻子打倒了，他以为萧长河是我找来抓奸的帮手，为了重新树立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他直接冲了上去：“你个老家伙，敢动我的女人，去死吧！”刘星辰挥动拳头打在了萧长河的胸口，他毕竟是年轻，虽然身体发虚，可是也不是岳父这种老年人能挡得住的。就这么一拳，几乎要把萧长河打得背过气去。萧长河向后退了几步，被吴哥及时扶住，才没有栽倒。荣心发出哀嚎，眼眶通红的指着刘星辰大声喊道：“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的命！你给我等着！不是我干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刘星辰这才注意到躺在血泊当中的我，他以为闹出了人命，这下子浑身开始发抖。他指着萧红礼说道：“是这个女人推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也是她先主动勾引我，主动加我的飞雪，你们要找就找她。”说完之后，连滚带爬的朝着餐厅外面冲去。赵景色把倩倩带离了饭店，萧景燕帮着母亲扶着萧长河，并赶紧为了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应急。萧红礼没有任何辩解，眼神空洞，好像完全是失去了意识。实际上他此时的心真的是凉透了。如果刘星辰能表现出有些担当，他还能稍微感到安慰，但是现实却是给了他一记更响亮的耳光。自己的眼光还真是差啊，怎么就被猪油蒙了心？昨天明明答应过母亲不会再跟刘星辰联系，自己怎么就出来赴约了呢？我明明只想有一个了断，然后就回归家庭，为什么老天爷不给我这个机会呢？萧红礼呆呆的抬起头，迎着他的是母亲失望怨恨的目光，就好像看到了仇人一样。他的思维现在有些无法运转，好半天才想到自己的父亲被刘星辰打了。爸，你怎么样？萧红礼爬起来想要去搀扶自己的父亲，却被母亲吴哥一把推开。萧长河气若游丝的说道：“让他滚，我没有这个女儿，让他滚。”脸色发青，整个人都好像用不了太大的力气。此时此刻的萧红礼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她再次看向躺在血泊中的我，难以抑制的愧疚和心痛涌上心头。老公，你怎么样啊？老公，你说说话，你原谅我啊！对不起。萧红礼直接跪在了地下，伸手想要去抱我，却被母亲荣心看仇人一样的目光下地，不敢动弹。我儿子不是你老公，你不要碰他。荣心抱着我的脑袋，眼神充满了仇恨。这一刻的儿媳妇已经是她最大的仇人。她双手捂着脸，不断的抽泣，不停的道歉，但是她也知道这一切都太迟了。谁会相信她萧红
红礼是清白的，他没有出轨，他的身体还是干净的。萧红礼尝到了什么是百口莫辩的滋味，脑子里晕头转向。这时候，周围的客人有的拿出手机开始拍视频，自家老婆为了情夫把老公打了，情夫又把他亲爹打了，说什么的都有。事情很快上传到了网上，一股暗潮也因此涌动起来。恐怕所有人也不会想到，一场席卷整个临海的风暴就是因此开始的。餐厅见到有人受伤，第一时间就叫了救护车，急救医生和护士把我和岳父往停车场推，萧红礼跟在最后面，右手小心翼翼地拉着我一个裤腿脚，好像这样能够让他感觉到安心一样。母亲荣心着急儿子的伤势，也没有功夫对儿媳妇发火。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萧红礼哭得梨花带雨，眼睛红肿，而左脸被抽耳光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掌印竟然变成了紫红色，肿胀的吓人。到底是荣心心软一些，看周围围观的人多，再加上孙女还需要有亲妈，总不能逼死了吧？但是准备开口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声音打断了：“妹妹，你干嘛去啊？”说话的是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个涂抹着鲜红口红的老女人。我眯着眼睛看过去，发现这个女人就是在公司见过的那位费雪，刘星辰所谓的开酒吧的姐姐。萧红礼见到两个人一下子就慌了，她回忆起刘星辰刚才跟她说过，今天要把她家里人介绍给自己，但是刚才的误会已经够多了，婆婆好不容易跟自己说上话，万一再被误会，那自己真冤死了。费雪好像是没有看到这些闹剧一样，反而故意带着老女人走过来道：“妈，这就是星辰的女朋友萧红礼，您好好看看，这就是你未来儿媳妇。”费雪大声说道。原本都要上救护车的吴哥和萧长河以及我父母都同时将目光转向了费雪方向。萧红礼脸色涨得通红，厉声大喊道：“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给我滚！”费雪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拍了拍脑袋说道：“我明白了，看我这脑子。星辰说你快离婚了，我差点忘了，对不住了，妈，咱们走吧。”老女人用浑浊的眼神打量了一下萧红礼，说道：“屁股大好生养，这儿媳妇挺好的。”他们两个嘴皮子一碰，轻轻松松的说完，留下了萧红礼开始绝望了。